今年春季赛交手过一次，也是一场 BO5。对，近4场的 BO5交手都是 LGD MPW 的取胜，也就是在历史交手上 ，LGD MPW 已经对于武汉 Star Pro 是一个4连胜的大场。那 E-Star 上一次战胜 LGD MPW 要追溯到24年春季赛常规赛第3轮，当时也是一个3-2艰难取胜啊，距今已经时隔了798天。如果今天 LGD MPW 再赢武汉 Star Pro 的话，对 E-Star 来讲就是一个面对 LGD MPW 的5连败。所以从两队的一个交手情况上面来说的话 ，E-Star 肯定是想完成复仇。还有就更重要一点就在于，从积分上面来说的话，现在 E-Star 他们上场好不容易是拿下了一个大场的积分，如果是一个大比分的情况的话，对于他们在2组的形势也会相当不利。对于刚刚换上来的新人前锋，也是一个打击。对的。那我们看到这一局的话，他们败方选择到是蓝色方啊，抢掉了狂铁这样一个强势点。哦，抢到了狂铁，我感觉闻到了吕布的味道。不着急啊，可以先看看啊。小乐正常拿的话，如果他先出，肯定是夏洛特这种。他如果放到后边出，你就得防止他出吕布了。还是先选出来了，拿了夏洛特。夏洛特加仓双边全出。那打仓的话，吃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E-Star要用的话，吃叉苏烈这种打强势进攻，但这种阵容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中间比赛太慢的话，就容易被翻。是的，就看E-Star怎么想了。朵利亚杨戬吗？对面有海月。想听天籁之歌吗？海月这把没有上班。祖母说，你的耳朵没有这个福分。朵姐拿了出来 ，LGD 确实可以对位出到一个海月。海月或者夏侯惇，看他优先出哪个了。如果是双大杨戬，无奈神巫大司命，大司命打杨戬，当无情。但 LGD 这把的中野辅强度前期是一定要做高一些的，因为他双边比较偏发育。那中路海月应该是拿不到了，会被ban。那同样 E-Star 这边的话，他亮宇的英雄也要开始被针对了。对，敖影上班了。E-Star 先ban的是邵思源加大司命这个组合给拆了。再ban一个沈梦溪，然后海月也被ban了。女娲都ban了。防止打到大后期的时候有个女娲托底。不知道明会不会选择用嬴政啊？因为嬴政的话，最近比赛效果也挺好的，而且跟朵利亚搭配，优势压制力非常强。LGD 选择了安琪拉。安琪拉那有所谓就得选一个能够接 combo 的点控类型的英雄，或者选一个远程接控制的墨子这种。墨子或者是太乙感觉也还可以。或者是赵怀真。就有一个点控就可以。已经放弃了做个大的射手选择是一个抗压射虞姬，主要看中路会不会拿嬴政。嬴政来了，这把只要朵利亚跟杨戬前期4分钟那波团战打好的话，他们这个阵容走顺风局，压制力会非常强。LGD MPW 这边目前来看有点吃不住消耗。有所谓，如果是太乙真人的话，那嬴政更喜欢了。那太乙真人这个英雄拿出来之后，就保证仓的一个发育，并且他要时不时抽出来，就前期多抽出来帮中路去打下河道视野，跟安琪拉做一个前后的接 combo 顺序，要去多打一些突袭击杀的画面。但其实说到突袭的话，我觉得今天 LGD 他们在前中期做的比较好的在于，你看到他们的一个中辅节奏上面，就九尾和小仔。九尾的话，他的服务包括上把的那个沈墨熙在前期卡对面的小资源，对，都是帮队伍前期建立的资源优势。对的，包括他和小仔的那波往下靠，直接越塔去打一下对面的这个发育路，能够感觉到他们今天前期很多程度上面的进步是在于他们中辅的一个联动上。确实，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是有成效的，在前期的这个布置上，对的，资源的争夺上都是很快能取得优势。而对于E-Star来讲，他这一盘阵容是不允许前期资源掉那么多的，尤其是在对抗路，黄铁打夏洛特前期，包括中路有嬴政这样一个线霸的情况之下，2级嬴政也很强。对，可以他去哪边资源理论上都是E-Star的。两边这把的中野辅强度其实都是足够的，区别在于 LGD 更偏向于突袭击杀打爆发一些，而 E-Star 这套阵容的话呢，它的一个保持好身距的拉扯消耗能力会更强。一旦有优势的话，双大杨戬、双大嬴政中期就是滚雪球的能力是很强的。对的，主要就看4分钟那波团战了。对。
不过目前的话，伊萨面临到的是对面率先来到赛点的情况。像我们说到，最近伊萨的话，他也有在做一些新的协调和变动，希望能够去突破目前的一个困境。那在目前的这一小局阵容上面，我觉得是3把当中强度更高，然后整体的容错率最高的一局阵容了。是的。 那 LGD 看一下他们的这个中野辅的节奏啊，因为今天看到中野辅的节奏联动上面是得到了一个提升的，这一局也非常吃他们中野辅前期的找机会能力。进入到双方的第3小局比赛，蓝色方还是 Pro， 红色方杭州 LGD MBW， 我是解说一炫，我是解说潇洒，全军出击。永恒荣耀！ 永恒荣耀，初心荣耀，璀璨生明；初心荣耀，初心荣耀。嬴政看是不是远程普攻就打了大司令半血？那选择了往上帮优，因为狂铁对位夏洛特的话，前期是能够建立优势。结果安琪拉是清完中线直接回野去帮大司令提速。那大司令经验同时也被分了。再来保个劣质。下路看来小九是有想法的，他想用1技能跳射去抢这个劣质，要碰一下血量。来了，看虞姬这一剑更快。是的，距离更近。有一些对线的细节，小洛的第一视角。这把小洛就不能像前面那2把的那种打法，一把是关羽，一把是白起了。这把夏洛特更注重的是自己的发育。对的，上路来抓他，再摩擦一波。不过说到这个对线的细节啊，小洛我也有观察到，就是他在夏季赛的一个变化，主要在于他自己，比如对线细节上面，他的一个场均补刀目前在对抗路的第1。他在春季赛的时候，当时在对抗路的第7，就他现在线上的这个补刀是更稳了，就他夏季赛个人的一些细节上面是这样，都是从基本功开始。对。两边各打一个半图，然后包过来用大司令的这个 E 技能去反了一下对面的这个山豪。你们正开大消耗一下，效果一般啊。这把嬴政的兵杖应该也是会比较高位的出来。确实，因为大这套阵容留人能力一般，对，全靠嬴政去打这种软控，用兵杖去打点减速的效果。枯萎。感觉两边在4分钟之前都是闷头发育，对，根本不想着打架的事情，就在等刷暴君。暴君团的话，两边这把都是有一定的强度在的。LGD 的中原服爆发更高，但是E-Star 的话呢，它可以优先帮上线过来以后解放狂点来这里。小洛的话，夏特2技能上去，直接摸出了杨戬的法推象兵。这对于小罗来讲，得赶紧去攒被动了，马上要刷龙了，还有30秒。这个位置小仔想蹲一波，被虞姬一剑探出来了。杨戬目前 CD 斜加3级野刀，他身板很脆的，安琪拉一套就差不多把他秒了。安琪拉已经裸出了梦魇之牙，而嬴政这边是先出的攻速鞋，后边离梦魇还挺远的，所以理论上4分钟打架，安琪拉这一套很致命的。已经打到了杨戬，秒了吗？大司命大招做过去，但是杨戬这边还是吃到了，国王直接连到拿到第1滴血。有梦魇之牙的那个重伤，导致了杨戬回血效果一般。然后朵莉亚这边大招还来不及给杨戬刷，杨戬就没了。说到了他这把大打野刀加上一个鞋子的话，身板比较脆。太真闪开，再跟安琪拉接 combo， 是有一些想法。骂不是亮宇拿到了，这
这对于伊萨来讲很伤啊。在接近4分钟的时候，杨戬在中路出事了，下路的压力也非常之大，嬴政的闪现被他给逼了出来，护着仓，下路的外塔应该是可以磨掉的。刚好后边那个弩车也被防御塔给吃了。到这一局的预测上面，17位嘉宾看好了 LGD， 没有人看好武汉伊萨头。然后确实今天在前中期的对抗上面，感觉伊萨他的一个。就是中野辅前期的对抗上面的话，会弱一些，对，碰撞没有那么强。如果这把他们的阵容陷入逆风之后，他这个阵容再想找机会就很难了，全看 LGD 跟不跟你打了。对。现在大司命的对位已经开始领先了，就刚才那波对位击杀。安琪拉技能又把杨戬的法庭象帝给触发掉了。如果大司命一直保持这个经济增长的话，等他魔抗再出来了以后，伊萨其实处理这个大司命的速度会有点偏慢，他没什么爆发。就现在这个状态，野区基本上都稳控了。黄铁也在往过赶，夏洛特传下了宝线，拖一些时间，安琪拉已经在这个槽点了。红区的长条草当中，狂铁来了，一套过去，先压住狂铁的位置。夏洛特帮忙拆一下，大司命继续做拉扯，太乙这一舔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嬴政大招直接扫过去，扫到了对面的太乙真人身上，而且这个位置的话，太乙大招直接被触发了。看一下大司命这边大招也做了过来，太乙真在里面被嬴政给留住。侧面一个位置的话，杨戬是被夏洛特给盯防住了，那大司命应该是可以撤退的。刚才那个位置太乙2技能通掉了，导致自己进到了一个死角里。他的闪现当时还差几秒，没有办法闪出去，所以就算给了自己套复活，站起来还是要死。那这波伊斯塔防守反击打完了以后，反进红区，但是红 buff 被小乐的夏洛特给拿到了，而且想追着再打一下对面的狂铁。狂铁开了个苍穹，哎，杨戬狗进来了，要被打一些状态，但是他是能扛住的。有大招能回血，没错。这波对于伊萨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红区的防守反击，而且这边嬴政大招再一扫，尾端看一下能不能扫到，距离差一点点，他也直接闪炸过来掩护一下队友。他也过来闪炸是防止嬴政闪现调位收安琪拉。但是大司命这个位置可以让夏洛特完成了一波夹击，直接卡到了对面的一个杨戬，杨戬被动触发，这波伊萨也能顶住。有被动就很硬。这波标记也已经挂上了。先看一下这波中路伊塔的防守。这个线清的有点费劲啊，护着虞姬点2下。刚刚应该是抓住了一波九尾在进攻对手红 buff 野区的时候，他的闪现掉了，然后亮宇跟明双 C 去找了一波安琪拉的机会，差点把安琪拉给击杀掉。伊萨现在在利用自己的一个手长，看能不能持续的去打一些压制。LGD 现在开始考虑运上路的线，中上一起给线压力啊。没人防守啊，这个线。对，伊萨他的一个火力集中在了下半图，在红区的位置。但下路的话也没有推掉啊，无功而返，上路2塔相当于白给了，因为狂铁刚刚在帮嬴政占中左的视野，第一时间没有回防上路，再过来的时候就被太真卡了一手，然后上路2塔就没了。让杨戬慢慢把视野再摸出来。南海是鲛人的领地。这个塔掉了之后，对于这个经济差是有一定影响的，它就是一个团队经济点。又刷龙了，小九的仓可以吃个红，然后再过来。8分半的这条龙。都想拼一下，但虞姬的闪现在 SD 当中，小仔切了一个奔狼，正面看一下能不能冲到，2技能舔到，夏洛特直接卡了进去，配上安琪拉的一套技能要打爆发，但是丝血毒来活了下来，这个位置往后拉扯了，这边也是咬到，但是杨戬进去的一瞬间直接被闪现给拉开了，回头秒掉了，小楼倒了。而且看一下夏洛特闪现过去，调了一下位置，切到了一个后排，打出了嬴政的一手闪现。那这样的话，中路的线过来以后，一塔也点掉。然后这波中路的团战打得非常漂亮。是的，我感觉小仔的太乙真跟九尾的安琪拉接康莫比他们那套钟馗家小乔接康莫接的频繁啊。是的，技能频率更高。然后他们刚刚卡这个时间也很好，护完仓拿完红了以后，趁对面的虞姬当时闪现还差一点，直接切奔狼冲了一波。其实我是觉得伊萨做线做的太慢了，他每波打团的时候，狂铁永远是后支援到的那个，因为他的线永远是裂的，这就导致了他走到了
支援团战的过程当中，这波团已经开起来了。然后朵莱娅当时已经被开打到残血，还好有治疗，黄铁的闪已经被打出来了，又吃了对面的一套技能，被打到了一个半血。现在确实感觉伊萨他整体的一个边线上面有点被牵制住了，处理不过对面。如果你想管线，那你这波团就永远是少打多，第一时间就会被 LGD 开。再加上对面的太乙真还出了个奔狼，哎，可以包着波，看一下大司令的位置，去压位置。伊萨得先管一下自己的边线，还是说考虑正面直接冲一下？反正现在小罗的杨戬一个人上去顶伤害是顶住了，他必须需要狂铁跟他双前排护法。那大司令一个人卡住了，大招也做了出来，而且呢滑到了，狂铁是没有闪现的，要白吃一套技能，被打到了一个半血。这大司令经济太高了，全场1号位的大司令压制。夏洛特在侧面，而且呢调位找到了对面的一个杨戬，杨戬想往后走一下，大招回了一波状态，再刷个大招，刷了一个大招，能不能出来呢？往前再走一下，被动触发，感觉应该还是能走的，但是后方的一个位置，安琪拉直接过来了，回头一个一技能配上小九的一个一技能的跳射，拿手2连击破，杨戬还是倒下了。小洛追了小楼一路啊，从下路1塔那个 L 草的位置追到了快高地，追到了杨戬的被动法天象地触发，追到了朵莱娅给他刷了2个大都不放过他。对。就不想让对面的打野在神龙盘手战斗力。哎，这个龙拉脱了，那刚好可以等一下，等另外一边暗影主宰打的差不多了再收。感觉伊萨现在他的正面比较难受的一件事情就在于，他的先手能力没有那么强，同时他没有给到一个打消耗的环境，他没有办法去保持一个很好的距离，利用阵容的优势打个先手的消耗，他一瞬间就会被开。对。不管是谁站在最前面，都会被开。那个距离的那个尺度，他们把握不住，并且现在逆风了，也没有视野，抱团抱得更加的紧。看从这个位置，小洛就追着小罗的杨戬，还好旁边有兵给他回了一大波，然后朵莱娅再给他刷个大，同时太乙真闪现去留虞姬，虞姬大招拉开了，然后安琪拉是一个绕后的位置，直接把虞姬的闪现打出来了。杨戬是接狗到了安琪拉做了一段位移，但是位移的过程当中被苍给收了。虞姬现在也是拖到了有3件套，但打团没有机会点出几下。对他没什么环境，就现在单一个米苏的大司命就会让伊萨比较头疼。下路开奔狼冲一波视野出来，把下路的高地点掉。那上路还有暗影先锋呢。大司命一个人拖住对面5个啊，隔着这个墙。这大司命真是生吃对面的双 C 伤害啊！对我们说到，如果大司命一直保持经济领先的话，对面没有爆发的情况底下，处理大司命太慢了。可以一直拉扯，虞姬还差个末世，再配合上嬴政的重伤效果，才有机会把这个大司命给压低血量。哎，大司命这个位置大招能做出来，但是杨戬直接咬了进去，他也这一波反开，两边互换了一波技能，再给杨戬刷了一个大招，伊萨是有点想顶出来的意思，但是夏洛特直接闪现切了进去，切到了一个朵利亚，朵利亚这边是这个残血的位置，直接拉扯开了。伊萨这个双 C 手很长，他背靠高地打还是有比较好的这个输出环境的，所以刚刚小洛一波闪现进场，想要收残血的朵利亚也没有收掉。而且双大杨戬刚刚也是打出了不错的一个正面效果来。哦，小楼有点想法的咬过去，但是这个红是没有能够抢掉，还是米苏拿到了。侧面这个太乙的位置被状态压得很低了，闪现赶紧拉扯出来。是的，是的，刚才我说错了，虞姬已经有末世，他出的是法球柳，他现在估计要补无尽，或者是破军。这2波的高地反打，伊斯塔是撑住了。他们这套阵容在围绕着那种资源点打的时候，固定战场的这种打法的时候，就有不错的消耗效果。是的，这波压中也是同样先消耗，但大司命在侧翼而且插了一个奔狼过来，对面行兆给了一下减速，劝退了第一波的进攻。伊萨反应很快，直接后撤。离龙刷新还有50秒钟的时间，那对于伊萨来讲可以不急，等龙刷。就围绕着这种固定资源点去打一些拉扯消耗，只要不让 LGD 把那个龙一下子秒掉，那嬴政的优势就能出来。但嬴政刚刚这波中路消耗的过程当中，闪现被逼了，他的站位要小心了。
亮宇虞姬已经4件套了，无尽出来了。其实我感觉虞姬他自己也可以做一把重伤的装备，就是制裁。制裁，因为他点大四面的频率非常高，嬴政不一定能顾得上。帮他去挂那个重伤效果。这波红一撒要先放掉，嬴政扫射，先消耗一下。太真有魔女了，可以帮队友去吃。接下来打团，一个是 LGD 第一波冲的效果，然后伊萨这边的话呢，则是朵莉亚的这个兵甲，他得留着盯一下 LGD 进场的人，控一下夏洛特，不然的话，伊萨这套阵型，他在出去打的时候是很容易被对面给切进来的。没错。小九的苍神装最后一件做的是逐日，然后看一下亮宇他最后一件是要出逐日还是说出袖剑，都有可能。说这把也是正七，这把大司命发育确实非常顺。伊萨现在基本上要背靠着自己的防御塔去打防守反击。现在的高地也不好防守了，中路是一个近乎半血的高地，上是个残血的，至少要被迫3高。这波 LGD 是个全技能，嬴政大招先开，清一下中路的线，上路的高地就直接放掉了。但这样的话有个技能中攻击，对面他以线开了进来，而且安琪拉一套技能打到了杨戬身上，给杨戬刷了一个大招，杨戬是一个残血的状态。夏洛这边也是开了苍玄加上反甲进行打了第一波，下方的一个位置想送线过来，保着安琪拉打第一套，还有苍这个位置的舒缓也非常好，闪现调了一下位置后，兵线进去了，点掉水晶，让我们恭喜杭州 LGD NBW。3比0战胜武汉伊萨 Pro 之后，拿到了自己大场3连胜。而且这场比赛是一个3比0的大胜啊！一扫他们在